进门6年肚子都没动静，也配占着陆太太的位置？打得对，不懂规矩的媳妇儿就得有人替我教。小慧，陆总，就剩最后一个签名，8个亿今天就到账。陆总，您还签吗？不签了。陆总，这个项目我们谈了8个月。我说了不签，今天不签，散会。陆总，晚上庆功宴订好了，明天还有3场，全推掉，订最快一班回市里的飞机，现在就订。结婚6年，他没有一次不接我电话。出事了，肚子里是你的孙子，你封消息不让我知道，半夜带人逼他签字，这叫盼着孩子没。你少给我扣帽子！第3件，从今天起，公司的事你不用再管，你手上的权限今晚全部收回，签字、审批、用车、报销，一样不留。陆金明，你敢碰江雪一根手抽试试？我一提收权他没反应，一提江雪他跳脚了。江雪，你在陆氏月薪4000。云顶国际1200万的房，地库130万的车，钱哪儿来的？朋友借我住的，钱是我给的，我贴补我侄女犯法吗？那是我爸留下的，是我挣的。你拿陆家的钱养一个打你儿媳妇的人，站得住脚吗？保安，送老夫人和这位江小姐出去。没有我的话，这2个人不许再上这一层楼。我自己会走。陆金明，你今天把亲妈往外赶，你就是不孝。这话我要说给全族人听。你去家族群说，顺手把大堂那段视频再发一遍，让大家看看你儿媳妇是怎么被打趴的。陆金明，你等着，咱们走着瞧。景明，算了，她到底是你妈。这6年你落着什么了？落着一记耳光，一打离婚协议。以前是我糊涂，这回不忍了。孩子保住了。陆先生，你先坐下。3个胎心都稳住了。您说几个？3个。你太太怀的是3胞胎。3个，是不是更危险？很危险，单胎挨那一下都够呛，3胎是高危里的高危，不能再有下一次刺激。3胞胎，妈，江雪，这笔账从今天开始算。昨天上午，我太太在大堂被打倒，当值的2个保安一步没动。为什么？陆总，是老夫人当场发的话，说谁上前谁就别干了。那你现在敢不敢办离职？当值的2个保安加上你，今天全部办手续。公司发工资是让你们护着进楼的人，不是看热闹。江雪，实习生，面试记录空白，备注栏老夫人特批，这4个字谁写的？是我。老夫人打了3次电话。那我今天也给你4个字：江雪，即刻开除。从今天起，谁再往备注栏里写特批，跟他一起走。老夫人名下那张无限额公司卡今天注销，她挂在公司账上的私人开销、美容院、司机私厨全部停。陆总，老夫人要是问起来，让她来问我。再发全员通知，陆氏任何人不得执行张春兰的私人指令，谁执行谁承担后果。这栋楼姓陆，我想上哪层就上哪层。我儿子是董事长，一个看大门的也敢拦我？妈，这栋楼确实姓陆，但他不姓张。陆景明，你把亲妈的办公室收了，卡停了，你还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？当着这么多人，给我一个说法！就在这个地方，他被一个实习生当众扇倒在地，他喊了3声妈，
老夫人站在3步外，笑着说打得对。妈，这段视频是你自己发进家族群的，我有没有冤枉你？我教自家的媳妇儿规矩，犯法吗？教规矩用得着让外人上手打，用得着拦着保安不许扶？陆总，我作证，昨天我要过去扶太太，老夫人瞪我说谁多事谁走人，对不起太太。你们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明天就让人事把你们全开了。你已经没有权利开除任何人了。这栋楼不是谁家的院子。从今天起，陆氏没有老夫人这个职位。你敢把我赶出去，你试试！保安，请老夫人出去，客气一点，但必须出去。陆景明，你会后悔的。我把你养大，你现在护着外人赶我走，这事儿不算完。陆总，那段视频上了本地热搜，评论区一边倒夸您，要不要压？不用，该看的人自然会看到。那太太怀3胞胎的事儿，要不要放出去？我太太肚子里的孩子，不是我的武器。3胎被打，保胎，舆论绝对一边倒。今天拿他换宋凑，明天就有人拿他换别的。这件事不进新闻稿，公司内部也不许传，谁传谁走人。明白。陆总，江雪的入职材料调出来了，人事备注栏只有4个字：老夫人特批。一个实习生，不用面试直接进公司，住千万豪宅，我妈到底把他当什么人？张大海是我舅舅，也是副董事长。我妈被赶出去，他不可能坐视不管。景明，别忘了舅舅手里有股份，老股东里头1半的人听我的。你要是不给面子，董事会那边我可就不好开口了。舅舅，你刚才那几句我可以当没听见。你要真想开董事会，我一句都不拦。现在你可以走了。陆景明，你什么意思？年轻人，路别走窄了。送客，把财务总监叫上来。老夫人近半年经手的所有付款单据，一张不落，全部调出来。320万。先生，你可算打过来了。刘姨，小慧在哪儿？太太送医院了。哪个医院？她怎么了？太太见红了，医生说太太怀孕2个月了。出这么大的事，公司几百号人，为什么没有一个通知我？是老夫人发的话，说一个外人而已，别耽误他儿子谈大生意。我老婆怀着我的孩子，在自家公司大堂被人扇倒，我妈说那是外人。刘姨，你先去医院守着她，我马上到。6年，她忍了6年，忍出当众一记耳光。2件事：第一，今天大堂8点至今的监控全部备份封存；第二，江雪什么时候进的公司，谁面试谁签字，1小时内给我。陆总，江雪是老夫人打过招呼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更要看字是谁签的。
拿起电话打给法务，这320万全部启动追财，冻结张春兰在公司名下所有资金权限。江雪那家工作制的账，从注册那天开始查。追牌对象写谁，审批人是谁就追谁。陆总，工作室查完了，成立3年，对外没一笔业务，3年一共进账800多万，全来自陆氏，钱买了房债，剩下全是刷卡消费。注册资料上，江雪的家庭情况怎么填的？父母那一栏是空的。紧急联系人写的是张春兰，关系填的是亲属。亲属，一个远房侄女。紧急联系人是我妈，3年800万，全从公司走。女士，这张卡已经注销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陆氏集团的老夫人，我儿子一句话就能买下你们整个商场。景明啊，妈这几天想通了，一家人闹成这样让外人看笑话。周六你带小慧回一趟老宅，妈摆一桌给她赔个不是。妈，家里还有谁？就自家人，几个叔公过来走个过场。你放心，这次不是算账，是一家人坐下来把话说开。行，我们去。景明，妈她是不是真想通了？不管他想没想通，这次我陪你去，谁开口说难听的，我接着。赔不是，鸿门宴罢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我提议罢免陆景明陆氏集团就职董事长职务。第一，他因为家事作废8个亿合同；第二，他报警抓公司员工，闹得满城风雨；第三，他跟亲生母亲翻脸，让陆氏成了笑话。我提议由我暂代董事长。景明，不是我们不向着你，公司是大家的钱，你为了家里的事儿丢了8个亿，我们不能不说话。周叔，我先回您这一条，8个亿的合同昨天下午签完了，而且是9个亿。9个？对方主动加价？对方的原话是：陆总连自己老婆都护得住，这样的人合作起来放心。接着说第2条，江雪当众殴打孕妇，这是刑事案件。今天坐在这儿的任何一位被人打倒，我照样报警。这一条您要是当成罪名，那我明天就把安保部撤了，以后谁挨打谁自己扛。第3条，跟母亲翻脸。这段视频是我母亲自己发进家族群的。我只问一句，如果今天被当众打倒的是你们的太太，你们的女儿，你们会怎么做？不谈家事，谈公司。5年前我接手的时候，陆氏市值38个亿，今天116个亿，翻了3倍。5年里分红涨了4轮。在座各位拿的最少的那一位，去年分到的钱是5年前的2倍半。现在有人要换掉我就问一句，换成谁？换完以后谁保证明年的分红不掉？谁去签下一个9个亿？今天举了手的，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写一份业绩承诺书？写了，我马上让位。舅舅，您先写，您写多少我认多少。市值116亿，您接过去，明年做到多少？我得回去算算。舅舅，说到人品，我这有一份单据，半年320万公关费，一份合同没有，钱全进了一个实习生的口袋。审批人的名字，在座各位要不要看看？算算，您昨天晚上8点发的会议通知，提案都写好了，业绩还没算过。投票，公司是不是家务事的垃圾桶？他妈都被他赶出大楼了，这样的人品能带好公司？同意罢免9%，提案不成立。陆总，张董在外面投了个矿，亏惨了，借了高利贷还不上。他名下那18%的陆氏股份，3个月前全部质押给了银行，质押期还剩40天。
一旦逾期，银行就要公开处置。是，到时候谁出价谁拿走。这件事烂在肚子里，查清楚到期的准确日期，提前3天告诉我，钱我来准备。周6回老宅，你跟着我就行，一个字儿都不用说。明天上午先去医院做个复查，3胎20周前每2周得看一次。我知道，景明，我今天摸到肚子了，比上礼拜硬。他们要是说什么难听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景明，我没事的。6年了，他哪一次不是这么说的？这次，我绝不让任何人伤他。陆家的媳妇儿，6年生不出一个孩子，这门亲事早该退了。坐这儿。景明哥，阿姨特意让我坐这儿的。我太太的位置，你占了。景明，苏小慧进门6年，肚子没动静，陆家3代单传，你怎么跟你爸交代？给他一笔钱，好聚好散，美其家世配得上，2家合起来，公司还能上台阶。各位长辈别这么说苏姐姐，生不出来又不是她故意的。刚才你们说我6年生不出孩子，这6年我看了多少大夫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今天拿出单子，我就是想让景明知道，我一直在努力。这3个一个都生不下来。妈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他身子弱，见过红的多半保不住。我这是替他担心。刘姨，把那盅汤给小慧端过去，炖了1上午了，专门给她补身子的。老夫人，这个凉了，我去重新热一下。凉了怎么了？端回来。刘姨，我妈这段时间跟谁来往，你替我留意着。先生，有件事我瞒了6年。什么事儿？跟我妈有关。我现在还不能全说，我要回一趟乡下拿点东西，2天后我全交给你。光凭我一张嘴说，没人会信。好，我等你。先生，我就一句话，从今天起，不管是谁送来的汤，谁炖的补品，太太一口都不能喝，一口都不行。先生，你可算到了。他怎么样？还在里面，医生说今晚最要紧。出这么大的事，公司几百号人为什么没有一个通知我？是老夫人发的话，她说谁敢多嘴，谁就滚出陆家。她还说，一个外人而已，别耽误您谈大生意。外人？我老婆怀着我的孩子，在自家公司被打倒，她说这是外人。先生，老夫人那边……刘姨，这个家6年的规矩，今天到头了。往后谁碰我老婆孩子一根手指头，我就跟谁清算到底。哟，这不是陆太太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出来了，你不知道。 200万，你给我请的律师。你以为报个警就能把我怎么样？听说你怀了3个，姨在群里说了，3个也没用。你这种人，一个都留不住。公司马上就是我们的了，到时候你连这个小区都住不进来。你别过来，我肚子疼。疼？上回挨了1巴掌不也一事儿吗？3个呢，掉1个还剩2个，急什么？
这位女士，请你离开。我说话你插什么嘴？你知道我是谁？我打个电话，我一认识人。取保候审，当场撤销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打孕妇的东西早就该抓，上回在公司打，这回追到家门口打，这是有人在后头撑着呀。对不起，今天该我陪你去的。景明，他说公司马上就是他们的了，是真的吗？不是。那他哪来的底气？有人给他房车300万，花200万请律师。我妈这些年到底在图什么？对不起你们两口子，有件事儿我瞒了6年，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先生，我现在还不能全说，2天后我把老家的东西拿给你。但我求你一件事儿，从今天起，不管谁送来的汤，谁炖的补品，太太一口都不能喝。那汤里有绝育药啊！喝了6年的绝育药，妈，这就是你给小慧的补。气，太太，你怎么？陆太太，你体内检出长效避孕类药物的代谢产物，按指标看，至少3年以上。这6年你不是怀不上，是有人按着你不让你怀。那孩子呢？正常3胎风险已经很高，你身体里还压着6年的药，我从医20年没遇上过第2个。有3个方案，捡到1个，大人最安全；捡到2个，折中。3个全保，我不推荐，可能全保住，也可能1个都保不住，大人也有危险。如果捡哪一个？选发育最慢、
指标最落后的那个。我等了6年，一个人去医院，一个人回家哭。现在我知道不是我不行，是有人不让我怀。他们好不容易挤进来，凭什么我要挑一个出去？景明，你说3个都留，最好的医院，最好的团队，全程住院，钱不是问题，您只管开条件。行，但接下来7个月，不能劳累，不能受刺激，一次都不行。陆先生，我说句职业以外的话，连着6年往饭里投药，这在法律上叫故意伤害，你应该报警。我知道。第1份起诉张春兰故意伤害，第2份起诉她教唆江雪殴打孕妇，第3份追缴320万公款，3份一起递。这个案子一旦立案，全城都会知道。您要不要再想一天？他当着1000个人的面说我老婆是外人的时候，没想过这一天。陆总，出事了！老夫人在城南订了会场，请了20多家媒体，明天上午10点开发布会。他要开始哭了。我守了20多年寡，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，现在他有了媳妇儿，把我赶出公司，动我的钱，还要送我去坐牢。我今年56，不知道到底做错了什么。张女士，网上说您儿媳妇被人打了，您当时在场？那是家里的小事，年轻人拌嘴动了手，我一个老太太拦得住吗？可他为了这个要送亲妈去坐牢啊！只要舆论站在我这边，陆景明就得低头。陆总，股价开盘到现在跌了4.2%，3家合作方发函暂停项目。景明，孩子还在不在？在，你别急，医生说你不能急。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，单子我攥了一路，我都想好第一句话说什么了。我在等电梯，那个女孩拦住我，说我不配站在这儿。大堂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找我丈夫，他抬手就打，我摔在地上，喊了3声妈，妈就站在旁边。景明，他在笑。不说了，剩下的我都知道。进门6年没动静，还有脸跑到公司去闹，打一巴掌算轻的。公关部问要不要把药瓶和报告发出去翻盘？不发，放出去案子还怎么办？证人被堵门怎么办？这些是证据，不是热搜素材。再不发就压不住了，现在全网都在骂您不孝。让他们骂，骂到开庭那天，我一着急，就是我心虚。陆太太，网上说您逼儿子告亲妈。向这几家媒体发函，未经许可进入医疗区域骚扰高危孕妇。再有下次，我直接起诉。把这一层的探视权限全收了。吓着没有？我隔着门说了一句，我肚子里有3个孩子，再敲一下我就报警。景明，我以前不敢这样说话的。陆先生，他托我带句话，让苏小慧减胎，3个太险，减到1个，最好1个都别留，留着也是遭罪。他要的从来不是我听话，他要的是这3个孩子不出生。帮我联系司法鉴定机构，我要做一个亲缘鉴定。我和江雪越快越好。今天这个董事长，你必须给我下来，唱票吧。妈，您坐的那把椅子一会儿要还给我。妈不是要害你，是想让你知道做人不能忘本。等你把公司交出来，妈保你还有饭吃。同意罢免27%。张大海先生名下18%，昨天已完成过户，现持有人陆景明
王氏集团2%前天已转让，现持有人陆景明，2位表决票无效。下一个议题，解除张春兰一切职务。同意的举手。我手里还有15%的原始股，我说话还是算数的。我是陆志远生前的委托律师。遗嘱附加条款约定，若张春兰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轨，或对陆家血脉有加害行为，其名下全部股份无偿收回，由陆景明继承，公证处存档，随时调阅。第一，亲缘鉴定，江雪是我同母异父的妹妹。第二，保姆证词，你往我太太汤里下药6年。第三，公司账目300万公款养私生女，妈哪一样是假的？对，是我下的药。127次，他把留下的家业凭什么全给他？小雪也是我生的，他凭什么不能进这个门儿？只要苏小慧生不出来，我就能把小雪扶上去。您为了给他一条活路，打算掐死3条命。张春兰，你涉及多项严重指控，这是正式签发的文件。景明，我是你妈呀！我生你的时候难产，躺了2天，你不能让他们抓我。妈，我老婆在抢救室躺着那天，你说别为个外人耽误我儿子谈生意。今天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别为个外人耽误我照顾我老婆。小慧，开完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以后没有人能欺负你和3个孩子了，一个都没有。景明啊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做这么绝？三叔公，8年，他上了137天班。你表弟在公司干了8年，说开就开了。公司3000多号人，每天8点半打卡，凭什么他不用？从明天起重新走入职，考不过我不养闲人。景明，信我写给你了，以前是我们老糊涂，我就是想问问，那个药的事儿，是真的？是真的。6年，127次。作孽！小慧啊，以前是叔公不懂事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小慧，这个是给宝宝的，你看，能有为吧？陆家3代单传，这是祖上积德啊！累不累？不累。家宴那天，我站在门边半个钟头，觉得这辈子抬不起头了。现在他们一口一个小慧，我心里一点变动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知道了，他们说什么从来跟我好不好没关系，只跟谁厉害有关系。这里放裁剪台，那边做布料间，靠窗留出来做展厅。6年前你关掉工作室，我点完头就忘了。这6年我忙着劝你忍，忘了你原来是个设计师。景明，我离开这行6年了，肚子里还有3个，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也得试。你要是不试，那6年就白熬了。
陆先生，舆论全面反转了，股价涨了6%。另外，张春兰申请单独见您一面，见不见由您。不见，带句话给他，他什么时候想明白真正对不起的人是谁，我什么时候去见他。判了多少？6年。是啊，正好6年。这6年的账终于清了，接下来的日子只属于我们一家5口。那桶汤是刘姨炖的，妈交代的，说给我补身子。我喝了6年，一天没落下。这回能怀上，还是我自己偷偷找中医调理的。喝了6年的汤，自己偷偷调理才怀上。老大男孩4斤1两，老二男孩3斤9两，老三女孩3斤2两。大人呢？大人怎么样？正在收尾，一切稳定了。陆先生，母子平安。陆太太气色真好，这3个孩子真是祖上积德啊！三叔公，这是我岳母。6年前婚宴那天，他们老2口坐在最后一桌。姑娘，妈今天心里踏实。6年前我第一次来这家酒店，妈让我站在门口迎客，站了2个小时。今天我坐在主位上，他们排着队跟我说话。今天开心吗？我是想让念安知道，他妈妈没有被打趴下。下面颁发的是本届年度设计金奖，获奖者苏小慧。先放着，不看，也不扔。6年的账清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。景明，你后不后悔把你妈送进去？我后悔一件事，但不是那件。我后悔那6年，我妈骂你，逼你关工作室的时候，我总劝你忍。我以为那是孝顺，其实我是偷懒，不想跟她翻脸，所以让你受着。那你后来不是翻了吗？翻晚了6年。不晚，念安赶上了。爸爸，这个是谁呀？这是奶奶。奶奶在哪儿呀？奶奶做错了事，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待着。做错什么事儿了？欺负我们吗？他欺负了一个很勇敢的人，那个人后来没有输。那他赢啦？对，他赢了。等他大了，这些事我都要告诉他，不是为了记仇，是让他知道，被人欺负的时候可以还手。
老大推的。3个都给我抱进来！小心开动啦！我把家里那些能伤到他的东西，一样一样拿走了，现在都拿完了。切！医生我问过了，你这一胎悬，趁着还没掉，把字签了走人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。陆家这道门槛，你趴了6年也算够本了。苏姐姐，你别硬撑了，我跟景明哥2家从小就说好的。姐姐，我下午就出来了，上头有人替我说话，你怎么这么小气？你要是识相，今天签了，我保你走得体面。妈，他打我的时候，我喊了您3声，您就在旁边看着。我耳朵背，没听见。再说了，你也不姓陆。妈，孩子还在。再又怎么样？陆家头一个孙子不能从你肚子里出来，签字！家属出去，病人不能受刺激。这孩子就算生下来，妈也不会抱一下，何必呢？你们出去，我不签。这是景明的孩子，你还敢说不？景明的媳妇儿我早挑好了，今天不签，明天这张床你都躺不上。你回来干什么？谁通知你的？妈，今天该滚出这间病房的不是他，是你们3个。你把刚才那句再说一遍。你冲你亲妈说话用的是这个调儿。我说，该滚的不是他，是你们3个。我是你妈，我替你管教媳妇儿，哪一条不占理儿？为了个外人，你冲我横。景明哥，表哥，你别激动，姨也是为你好。闭嘴！谁是你表哥？第1件，你当众打孕妇，大堂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验伤报告刚出，报警回咒在我手机里，我落地就办完了。报警？打个耳光也报警？一家人至于吗？打之前你怎么不问问至于不至于？第2件，王美琪，陆氏和王氏手上4个项目加起来4个亿，你今天跑到保胎病房逼签。从现在起，你再靠近我老婆1步，4个项目当天全停。回去把这话原样转给你爸。景明哥，我就是过来看看嫂子。刚才劝他签字走人的是你吧？滚！好啊，陆景明，你爸走得早，我一个人扛了20多年，你今天把亲妈往门外撵。她不是外人，是我老婆。